的是把家庭都翻出来的程度，重清洁、重维稳、重防晒 ，CP 值非常高的方法。它不停产，我可以一直买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拿它来洗脸，我完全感觉不到它的效果在哪里。但凡这么好用的小众品牌没有变成大众，每个 KOL 都有责任。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一阵子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我的变美的小习惯、爱用的美容仪，大家都在敲碗要我分享早晚的保养流程。其实我的保养流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作为一个37岁的二宝妈妈，早晚的时间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宝贵的。而且我用了很多呢，也是平价的产品，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翻箱倒柜，把我各个保养步骤里面觉得好用不好用的产品全部都拿出来了，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还有盘点。东西呢，真的不算少，内容也很多很细。那我们马上开始吧。我的肤况呢是混合型，轻微的敏感，下巴还有 T 区这边呢偶尔会冒一些痘痘，也没有什么斑点，肤色呢是白偏黄。我在选择保养品的逻辑呢，其实之前陆陆续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就是重清洁、重维稳、重防晒。我搬来高雄之后呢，可能是因为这里常年的温度都比较高，所以我皮肤出油的状况要比之前要严重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年纪也逐渐变大，所以脸上的毛孔问题呢也开始有显现。那在面部清洁的部分呢，我主要会用卸妆油和洁面乳，因为我非常喜欢油在我脸上按摩的那个感觉，而且我也觉得卸妆油比起其他类型的卸妆产品更好的可以溶解我脸上的彩妆。那在洁面乳的部分呢，我也用过非常非常多高单价的产品，结果到最后我最喜欢的居然是这一瓶士乐肤的洁面油，它不停产，我可以一直买下去。它不是那种需要乳化的油，挤到手上加一点水之后呢，它会像普通的洁面乳那样会有泡泡，而且那个泡泡还蛮绵密的。我现在白天如果脸上只有防晒的状况下，其实我不会加任何的卸妆产品，都是直接用这一支来洗我的脸，它一样可以把我的脸洗得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士乐肤家的东西都非常的温和，我们家也算是大户了。我女儿刚出生，因为是异肤嘛，所以一直就用士乐肤家的那个大罐的乳霜，陆陆续续不知道用了多少罐了。那清洁产品的部分，除了这一罐洁肤油之外啊，这一罐超大瓶的这个叫泡沫洁肤露也非常非常的好用，它对男生油性皮肤很适合，那洗全身也可以，便宜又大碗，谁没买我都会伤心的程度。提到温和的洁面产品啊，说了士乐肤，你就不得不提一下舒特肤，他们两个名字也很像，整一个产品线的规划感觉也非常的类似。这一瓶舒特肤的这个洁面乳啊，我最早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非常严重的过敏，整个脸都烂掉的那种，就买了这一罐，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把我的脸从一个烂脸的程度呢拯救成正常的皮肤的状态。它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的温和，温和到只要我的脸是正常皮肤的状态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拿它来洗脸。所以除非你的皮肤是受损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要不然我觉得正常的皮肤我完全不推荐大家买这一罐。虽然呢它非常简单的可以买到，好事多就有，所以好事多你们真的不考虑进一下这一罐洁肤油吗？在我整一个保养流程里面，我最不能省略的就是水。我通常会准备2种水，一种呢是否清洁的，还有一种是否滋润的。我觉得水用的好也会帮忙后面的保养品的吸收。那2次清洁的部分呢，我现在用的一个是这个米姑哈拉的一个韩国的一个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VT 的碳酸清洁棉片，它们两个呢都有去暗沉去角质的功效，洗完脸来一下我觉得非常的舒爽。那这一罐 VT 的清洁棉片我已经用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它比较特别的是呢，里面是精华水加上棉片，那个棉片很特殊，一面呢是那种软软的感觉，然后另外一面呢是比较硬硬的，有一点磨砂的感觉。那这个米姑哈拉的水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水，就是要自己搭配棉片来使用。那滋润的部分呢，我最近爱用的是这一款巴黎莱雅的精华水，等一下它有个中文名字啊，玻尿酸顺效水光修护精露。我当时会买它呢，就是看中了它里面有这个普拉斯链的成分，这个成分呢针对皮肤糖化、熬夜都非常的有效，感觉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适合我。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款水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水了，如果不是那种皮肤受损很严重或者皮肤非常非常干燥的女生，男生也可以用完这个水之后，甚至后面不叠加精华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的肤感各方面都是超越它这个699的价格，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用起来它有点辣眼睛，所以涂的时候呢要避开一下眼周。
那涂完水之后呢，我最近都是直接上面霜的，我这个面霜的滋润度非常的好。以我的肤况来讲，我觉得我的这套搭配啊，中间根本就不需要叠加任何的精华。虽然我不是那种痘痘肌，可是有些时候因为压力的关系或者生理期的关系，我的 T 区啊或者我的下巴这里呢会非常偶尔的冒几颗痘痘。虽然非常的偶尔，可是呢冒的时候都会很不开心。虽然痘痘会好，可是它会留下痘印。虽然痘印可以去除，可是在当下你的脸看起来就是有瑕疵的样子。所以呢，在我的日常的保养中呢，也喜欢用一些功效型的产品来帮忙做我的一些皮肤的稳定，还有痘痘的清除的工作。那在所有的有功效的成分里面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A 醇，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用下来呢，保持皮肤好状态的一个 CP 值非常高的方法。那关于 A 醇是什么呢？太多的博主、医师都有分享过，大家随便搜一搜就可以看到很多，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简单的说呢，它就是一个集抗老、美白、抗炎于一身的保养万金油成分。心动哦，你为什么没有推荐给我？虽然它听起来很棒，但其实它在使用上并没有那么的友好，要么就是产品的肤感不太好，你用在脸上呢，就是有一种功能型药膏的感觉，或许可以看到一些功效，但是你用在脸上呢，就是会有些刺痛，而且在雷射或者美容仪之后呢，是不可以使用的。要么就是用完之后呢，皮肤的耐受反应非常的大。虽然 A 醇对皮肤有修护的功效，可是在使用初期呢，你的皮肤可能会变红、脱皮、大冒痘痘。皮肤科医师通常也会告诉你，这是使用 A 醇正常的耐受反应。刚心动就被灭火，就是打碎重来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听到 A 醇就会害怕。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我们保养品里面这个 A 醇的成分啊，可能会因为这个成分的活性不够或者浓度不够，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像我刚刚一直夸的士乐肤啊，到了这一题就变成我完全没有办法用下去的产品。士乐肤的这一支 A 醇啊，它的膏体非常的卡，而且用在皮肤上呢会有那种刺刺的感觉，而且皮肤会觉得很干燥。那为了让我的皮肤不要那么干燥，那么的刺痛呢，我在用完这个之后还需要去叠加一个滋润型的乳霜，就是一种功效归功效，面霜归面霜的感觉。总之就是保养体验不是那么的好。重点是这一支 A 醇，我用完之后完全感觉不到它的效果在哪里。晚上一顿忙完之后呢，隔天起来该有的问题还是有。无效保养对妈妈的打击很大，好吗？后来呢，在今年年初巴黎时装周的时候，同事去出差，然后回来给我带了一些小礼物，其中呢就有一支巴黎本土品牌的防晒，因为据说呢它是全球唯一100%专注对抗光老化的医学美容品牌。同事知道我喜欢防晒嘛，所以就买了这一支来送给我。法国土特产的概念。对，这个牌子呢叫 Derm Eden， 中文叫德美登。因为我完全没有听说过它，所以我拿到之后呢，就在整个网络上去找它的资料。毕竟用新产品，我真的是很怕烂脸，真的有够小众，藏的有够深。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医师都对它非常的推荐，而且它本身呢也是法国权威的皮肤科医师创立的。后来呢，到了今年6月的时候，德美登就来找我合作，然后就送了我这一瓶 A 醇面霜。那个时候呢 ，PR 就跟我讲说，安娜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试用，慢慢的体验。结果真的就一路用到了现在，荣登我今年最爱的面霜。但凡这么好用的小众品牌没有变成大众，每个 KOL 都有责任。所以呢，虽然这个面霜我没有花钱买，但接下来所有的都是我的个人心得，还有我做的功课，真实可以借鉴。关于这个 A 醇的产品啊，以我做的功课，还有和德美登的讨论，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早推出 A 醇保养品的品牌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 A 醇保养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推出了初代的 A 醇保养品，就是因为 A 醇对于对抗光老化还有光伤害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面霜呢，和我之前用过的所有 A 醇面霜都不一样，在涂抹的时候呢，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用一个功效类的产品。那以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呢，这个面霜的肤感甚至可以和比它价格贵2-3倍的面霜去媲美。而且不得不提它的调香做得非常的好，整个感觉用起来呢，就是一个贵价面霜的感觉。我身边呢也有一些做保养品的朋友，他们也不讳言的跟我讲，现在很多的保养品的成分都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拿到，可以去复制。但是呢，成分的活性还有渗透技术还有调香非常的难复刻。就像这个面霜，它有一个专利的超导科技来封存了 A 醇的活性，里面的 A 醇作用到我们皮肤上的活性是一般 A 醇的4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很多的产品标榜的成分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用到脸上之后呢，不论是肤感还是最后的效果都有非常大的差异的原因。虽然呢有很多的分享，还有皮肤科医师都告诉我们，在使用 A 醇的时候要从低浓度开始使用，慢慢的帮皮肤建立起耐受，这样子呢皮肤
肤的耐受反应不会这么的大。但在我个人的使用经验里面呢，低浓度不代表低敏感，会不会造成我们皮肤反应非常的大？除了看浓度之外，还要看成分的配比。像这个德美登的面霜呢，它里面含了1%的高浓度的 A 醇，而且里面还含了杜鹃花酸、甘醇酸和水杨酸。A 醇来负责抗老，酸类来负责焕肤。照理来说，这么高浓度的 A 醇再叠加上酸类，对皮肤应该是蛮有挑战的。但是这一瓶 A 醇面霜，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几乎是感觉不到它的刺痛的，而且在我这么长的使用过程里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脱皮还有泛红这样的状况。当然，在使用初期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我常常冒痘痘的区域，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 B 区还有下巴的区域，它会冒几颗痘痘出来。因为 A 醇作用在我们皮肤上的这个机制它很像一个吸尘器，它不会让我们长痘痘，可是它会帮我们把皮肤上原本要长的痘痘、未来要长的痘痘去提前清出来。那我个人的做法呢，就是在长出来的痘痘上面一样去厚敷这个面霜，因为 A 醇它有抗炎和加速细胞新陈代谢的作用，所以我发现只要在痘痘上面用它，痘痘就会很快消下去。那这一轮新陈代谢完成之后呢，皮肤就会变得比以前细腻非常的多，毛孔也会小很多，而且痘痘呢也没有那么容易会长了。而且呢，据说创始人当时在研发这一个系列的产品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自己门诊的病患在做完一系列的治疗之后，一样可以使用这个系列的产品来做修护。所以呢，即便它在里面有这么多的功效的产品之外呢，它还添加了很多修护的成分。所以在使用这个面霜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其他 A 醇面霜会有的那种干燥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这些成分的组合还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淡斑。我个人也是在雷射美容仪之后呢，也会继续用它。那这个我也要。你明天可以去momo买，因为最近momo双11的活动，我刚刚有偷看一下，双11的价格真的便宜非常的多，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赠品，比代购还便宜，根本不用跑去巴黎杯。早知道让他帮我带大宝宝吃了就好了。但是呢，这个乳霜有一个小问题，大家一定要留意。买来的时候，包装上有一个中文的贴纸，上面写的是早晚可以使用。但其实这里面除了 A 醇之外，它还有3酸嘛，那酸类其实是有光敏性的，不太适合白天的使用。而且呢，这个原包装上也写的是 Night Cream， 所以希望德美登台湾未来在出这个包装的时候呢，可以改一下这个部分，可以更严谨一些。顺带说一下，这个德美登的 A 醇眼霜，据说在台湾德美登最红的产品就是这一支眼霜，很多人直接买来之后是当乳液使用。虽然它的质地很轻薄是没错啦，可是全脸用会不会有点太奢侈啊？我自己是没有试用过当乳液啦，我都很乖的当眼霜。那这个眼霜呢，比起我们的面霜来讲，它多添加了一个维他命 C。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非常的喜欢维他命 C 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当它添加在保养品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存在。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家里有一些添加了维他命 C 的保养品，有的呢非常容易变黄，那种就是维他命 C 氧化了之后的样子。那德美登的这支眼霜呢，它里面添加的维他命 C 是稳定型的维他命 C， 比起一般维他命 C 来讲，它更加不容易氧化，用在我们的脸上呢，兼具了美白还有蓬亮之外呢，也不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黄黄的。我自己呢是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用眼霜了，因为我有一个天生的黑眼圈的问题嘛。这么多年下来呢，黑眼圈的问题虽然没有怎么特别明显的改善，可是呢，这个习惯就一直保留下来了。我也听说过非常多的皮肤科医师在分享说，眼霜是一个智商税。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认真说，我觉得眼霜还是蛮必要的。因为我们眼周的这个皮肤呢，比起我们其他的皮肤来讲，会薄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我们用普通的面霜用在我们的脸上呢，很多时候会不容易吸收，脂肪粒啊这些问题都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个人呢是完全没有办法离开眼霜的。那这一支眼霜呢，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轻薄，涂上去之后就马上吸收了，也是我最近的心头好。这几年不是很流行早 C 晚 A 嘛？可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和大家分享过，我其实不太喜欢，也不太认同这个保养理念，因为呢，这样高强度的成分叠加，会让我们的皮肤的耐受反应更加的严重。像我现在常常要拍摄，哪怕是普通的通勤，我觉得都会不太方便。所以呢，我个人的偏好呢，就是白天要做好防晒、防护光老化，然后到了晚上之后呢，我再来做一些功效和修护。后来呢，我知道我这个保养理念叫早上防护 protect， 晚上修护 recover， 简称早 P
1R 这个理念还有被诺贝尔医学奖肯定，45就是我被诺贝尔肯定了。太多，就这么刚好，德美登的产品开发呢，也是运用了这一套产品理论。所以刚刚我们说完了晚上的修护 recover 的部分，白天的 protect 一定也要来聊一聊，毕竟他们是全球唯一的100%抵抗光老化的医学美容品牌嘛。这句话我不是怎么背下来的这么长。那他们家的防晒产品呢，有2支，一支呢是 4-in-1 的全能日霜，然后还有一支呢是底滴霜，2支呢都是 SPF 50，然后 PA+++。那差异呢，就是 4-in-1 的全能日霜，它的膏体是没有颜色的，擦完之后你的脸就是本来的颜色。然后这一支底滴霜呢，到你的脸上之后，它会变色，变成你皮肤的颜色，所以它会有一个试色的功能。那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呢是这一支底滴霜，堪称我今年最爱的防晒产品。老师，我有问题，请说。为什么它叫滴滴？因为它这个里面有添加一个3%的 Vitamin D-like， 是他们的一个专利成分。我们以前不是说防晒做的太彻底，像我这种防晒狂魔每天要抓鹅啊的人，很容易没有办法补充到维他命 D， 因为晒太阳可以帮助我们合成维他命 D 嘛。这个技术哪怕你全身擦底滴霜，都可以帮忙你获得充足的维他命 D。是说好像直接口服还比较方便一点，不过这也是人家的一片心。这支底滴霜的质地呢非常的滋润，但是呢它又很轻薄，涂在脸上完全不会黏腻。我平时早上呢就是清洁完脸部之后，用完我刚刚说的这些水，就直接上这个底滴霜，中间是没有上任何的乳还有霜的。我一个混合偏干燥的皮肤，之前没有任何一支防晒霜可以做到这样。二宝妈妈早上的时间有多金贵，你们懂吗？就是因为它这一支里面有64.2%的保养成分，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保养品，它就是一支乳霜，只是顺带给你了 SPF 50 PA+++，还有试色功能的超强防晒。而且呢，它的这个试色是我用过所有带试色的防晒里面最喜欢的一支，因为它涂到我脸上之后呢，就是我皮肤本来的颜色，只是说我整一个肤色会变得更加的均匀。我超级怕那种涂完会让我的脸很假白的那种防晒。我记得有一集影片啊，下面的留言都在说，安娜这集的粉底太白了，安娜下一次换一个粉底吧。那集我根本就没有涂粉底，我就是涂了一个防晒而已。而且啊，假白的防晒跟用香味去盖臭味有异曲同工之不妙，就是乍看之下脸是白了，可是你社交距离下近看会让你脸上的瑕疵显得更明显。社交距离下，我觉得均匀的肤色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精神，皮肤质感也会更好。而且呢，它不会有其他的试色防晒或者粉底出现有一些卡粉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你皮肤的颜色，哪怕有些地方有一点点不均匀，它也看不太出来。而且补涂的时候也不需要任何的技术，就是直接挤出来涂在脸上就可以了，它自动就会匹配成你原来皮肤的颜色。大家都知道防晒霜可以有防晒的功能，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防晒剂嘛。过去我们都会用防晒剂来区分这一支防晒它是化学防晒还是物理防晒。通常来讲，物理防晒我们觉得它比较温和，可是呢比较厚重。那化学防晒呢，虽然比较轻薄，可是它会有一定的刺激性。但是德美登的防晒呢，它里面添加的是一种新形态的有机防晒剂。那这种新形态的防晒剂呢，它既没有物理防晒的厚重感，也没有化学防晒的刺激性，即便是敏感肌或者是在医美前后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呢，这个防晒剂它是一种宽屏的防晒剂，可以提供广谱的防护。除了我们走在户外需要去防护的那些 UVA、UVB 之外呢，平时我们在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面对手机还有电脑的3C 光，它也可以防护。所以不论是你在户外还是在室内工作学习，都非常的适用。但是这里我要提一点，我觉得它的防晒霜遇到水还蛮容易溶解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去那些冲浪或者去游泳，就是要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防晒。但是如果是其他日常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防晒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传统防晒的厚重感，所以它有很多种好用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直接用。第二种呢，我自己爱用的方法就是我会把它挤进一些比较厚重的粉底里面。那在干燥的环境下，或者你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呢，会让我们的底妆更加的扒脸，不容易卡粉。很多的专业的化妆师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呢，甚至在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完全的定义它。你可以叫它防晒霜，你也可以叫它底滴霜，你也可以叫它隔离霜，你也可以叫它妆前乳。它就是我心目中的全能日霜，涂一次就可以防护一整天。好啦，以上就是我的超级 CP 值保养品使用心得。今天真的是把家体都翻出来的程度了。如果你的肤况和我的类似，可以直接抄我的功课。如果你有觉得好用的产品呢，也欢迎留言给我推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哦。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